武神阁之主点点头，语气变得严肃起来，接着说道：正是，既然你要进去神奇联盟中，目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3日后与我们派出的弟子一同前往神奇联盟。至于能否找到你的那2位兄弟，就要看你自己了。爹，神奇联盟怎么突然对我们武神阁发出邀请函？听见神奇联盟竟然对武神阁发出邀请函，吴雪有些惊愕。他们武神阁从来与神奇联盟走得不是很近，这一次发出所谓的邀请函，这让他有些想不明白了。闻言，武神阁之主先是摇了摇头，看着萧炎、吴雪2人继续解释道：不仅是我们武神阁收到了来自神奇联盟的邀请函，就连其他4大神阁以及诸神万界中的所有超神势力都发出这样的邀请函。什么？所有的超神势力？这神奇联盟揪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爹，神奇联盟的邀请函怕是有诈，可不能让弟子们前往啊。从来他们的武神阁与神奇联盟就接触少，如今这巨无霸的势力突然对诸神万界无数超神势力同时间发出这样的邀请函，在吴雪想来，这肯定不是一件好事。虽然神奇联盟在无数超神势力的眼中是一个极其所向往之地，其中的神之资源庞大丰厚，只要加入神奇联盟就能够获得实力的提升。神之路本就非常的难走，但只要有了神奇联盟这样的巨无霸资源，他们的神之路就算很艰难，他也会从此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武神阁之主也是沉默了片刻，之后继续讲道：听说这一次的邀请函主要目的就是让各大超神势力中的一些年轻一辈修炼者进去，说是开放1年期限的时间，不用任何门槛，都能够进入神奇联盟之中修行历练，并且同时受益神奇联盟中的庞大资源。闻言，萧炎的心中却是有着一丝不好的感觉。神奇联盟这等巨无霸会无缘无故给无数超神势力的修炼提供免费资源，就算神奇联盟再资源庞大，也不能白白给这些修炼者修炼吧？甚至总感觉到神奇联盟应该在谋划着什么计划，将如此多的修炼者吸引神奇联盟中，肯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至于是什么秘密，萧炎自然是无法猜测出来，反正就是觉得这一次神奇联盟发起的邀请函非常的不同寻常，从来不会对诸神万界的无数超神势力免费提供资源，现如今竟然做出了震惊整个诸神万界的事情，其中肯定也有很多超神势力之人不会相信神奇联盟会如此好心，但也有很多一部分的超神势力愿意相信，所以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就非常的开心激动。他们一直梦寐以求都想要加入的神奇联盟，数日前竟然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函，邀请无数超神势力的年轻一辈修炼者进入其中免费修炼之中的神之资源，所以很多人都抱着半信半疑的想法，也都想进入神奇联盟中试一试，毕竟那可是无数修炼者的向往之地啊。这样的重磅消息可从来可以过的，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神奇联盟竟然做出这样的一道公益之事，但是他们也不会想那么多，自然神奇联盟对诸神万界的无数超神势力都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函，怕也不会有假。就是这样的想法占据着大部分人，就连武神阁之主也是这样想，就算是神奇联盟玩猫腻，也不可能一下子得罪如此多的超神势力吧，这样对神奇联盟也根本没有好处，应该也不会树立如此多的对手势力。不过萧炎虽然那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感应到留在灵动牧尘体内的焚神之力逐渐的消散，萧炎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想这些问题了，因为留给灵动和牧尘的时间不多了，所以萧炎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救出灵动牧尘2人。我不太相信神奇联盟会那么好心，爹，我们还是放弃吧，我总感觉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此时吴雪和萧炎的感觉是一样的，他也感受到了这一次神奇联盟应该不会那么简单就提供免费的资源受益给大家。然而武神阁之主则是一笑，然后说道：哈哈，我知道，但是我想神奇联盟应该不会树立这么多的超神势力，不管真假，还是去试一试吧。如果是真的，那么我们武神阁的底蕴也会提升起来。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如果进入神奇联盟中后发生了一些打斗对决陨落的，这个可不是神奇联盟的责任，因为在神奇联盟中有着无数的神奇强者，毕竟那里面可是无数神奇的历练之地，说不定就会被人盯上，实力不济者陨落在其中也是情有可原。这就是神奇联盟的原话，他们提供免费1年期限的庞大资源，至于进入其中的修炼者能不能生存下来，就都要靠自己的实力了。所以这个我也不会强人所难，愿意去的就可以准备3日后进入神奇联盟中好好的历练一番。见自己的父亲这样说，吴雪也没有可说的话了，自然如此，那就顺其自然吧，或许真的也是自己想多了也不一定。武神前辈，那自然如此，3日后我也一同与武神阁前去的弟子前去神奇联盟。萧炎对着武神阁之主拱了拱手。好。武神阁之主也直接答应了萧炎的请求，毕竟此次的天赋很强大，如果也能够在其中获得一些资源，说不定还真的能够再一次的突破。至于救人，也就看他自己了。爹，我也去，你不是都说我的实力不如姐姐吗？这一次我就跟着萧炎弟弟一起去神奇联盟，我也能够历练。此话一出，萧炎显然有些惊愕，这是什么情况？看样子这吴雪是要跟着自己了。还没等萧炎反应过来，那位武神阁之主确实率先开口：
内心中肯定也早已猜到了自己这位女儿心中的想法，微笑的笑道：好好好，难得看你这么主动开心，我这位做爹自然也会开心。那么萧炎小兄弟，雪儿就交给你照看了，在神奇联盟中可要好好保护她。说完，武神阁之主则是用一种不同的笑容看了看萧炎，又看了吴雪，自己无奈的摇了摇头，笑道：